Hello， 欢迎回到加密妈咪的频道。今天呢，我还是要讲比特币。我知道有些朋友希望我讲山寨币，但是我们比特币在这一周特别波动，所以在讲山寨币之前，或者想要知道山寨季什么时候来临之前，我们还是得要知道比特币的动向。那么一个理想的山寨季是比特币在高位 either 是保持稳定或者是小幅上扬，那其他的山寨币跟着齐涨，然后涨幅都超过比特币，那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凡比特币在波动甚至波动下跌的时候，其他山寨币就会很惨，那就像这一周一样。那么我们知道9月份会波动，主要原因是因为历史上9月份的表现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月份，那再加上呢，本周又有史上最大的比特币期权到期，还有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公布，所以在这一周比特币是势必会波动。那么在我们进入山寨季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比特币的走势，对我们掌握这个进入山寨币的时间点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近期的比特币走势。好，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的脆的话，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因为我在这边会发布最新关于市场的一些动态以及我做的分析，那会提供更及时的数据，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起来的话，可以先去脆找加密妈咪或是 Metaverse 9429。好，我们先到比特币价格数据看一下。打开 TradingView 之后呢，我先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状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这个月份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波动的月份，尤其在9月底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史上最大的比特币期权到期日，那最大痛点在11万，那这就像一个磁铁一样，可能会把价格往那个方向去吸。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物价信心指数也即将要出炉，那么对于通膨是否升温以及央行是否继续降息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一周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波动的一周，从价格表现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进入本周的第一天比特币就跌破11万5，那在录制之前比特币一度跌到11万1800，那么希望比特币能够守住11万2这个心理关卡，一旦跌破就有可能继续下探。那么另外我会把比特币价格改成周线，因为看周线可以看出来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那在周线趋势这边我使用的是21 MA 21均线，通常我们在周线的图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牛市支撑线，所以比特币价格目前仍然在一个牛市支撑线以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仍然处于一个牛市状态。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比特币是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么最近虽然有一些波动，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背离现象，但是整体只要不跌破，我们会说11万2甚至到这个11万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它都是一个结构未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会持续关注，如果跌破了11万这个价位，也就是我们期权的最大痛点，甚至是这个牛市支撑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注意它是不是会继续往下探，直到这个9万8这个位置。那9月份剩下最后10天了，所以希望比特币不要过于波动。那从交易量上来看的话，目前交易量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可能接下来几天会保持一个小幅波动的状态。好，那我们继续看比特币占有率。那比特币市占率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这轮牛市是一路往上走的，直到6月份，今年的6月份开始往下跌。那目前呢还没有跌破去年年底的最低点，所以也就是说严格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 higher high 然后higher low 的状态，也就是比特币市占率仍然持续在上涨，这个趋势呢还没有完全被破坏。所以比特币季是不是还会再走一阵子呢？我们要看接下来几天其他山寨币的表现，所以持续关注 BTCD 这一个数据。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比特币季已经走完了呢？就是当比特币的 dominance BTCD 跌破前面这一根低点的时候，就是 55% 跌破这个 percent， 然后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比特币季已经走完了。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波的牛市，我们比较 Total 2， 那 Total 2呢，就是除了比特币之外，其他山寨币包括以太币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上一轮的牛市，在2021、2022这个牛市，比特币也是很明显的从上行然后往下跌，跌破上行结构之后，山寨币开始往上走，也就是我们说的山寨季。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上一波牛市也是当比特币跌破它的上升趋势之后，山寨季才有起来的机会。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如果我们要真的期待一个很大的山寨季的话，比特币还是需要跌破它目前上升结构。 OK， 然后另外一个关注的就是 USDT 稳定币的市占比。那我上一次视频有讲过，就是只要 USDT 低，稳定币的市占比下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做多，其他山寨币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做多。为什么呢？那代表了稳定币的资金流入了加密货币市场，而当我们看到 USDT 低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谨慎，因为资金从加密货币出来了，转换成稳定币，停留在理财啊，或者是就放在那边，等到价格往下探的时候再进场。那么当我们看到 USDT 低上升的时候，也通常代表着一个比较悲观的份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关注的是以太币跟比特币的比例。那这是我们说的山寨季的金丝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值往上走的时候，它给一个领先指标，就是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接下来的山寨币跟着上涨。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币的这个比例长时间下跌之后，在4月份开始上涨，甚至到7月份开始上涨，经历了一小段的山寨币上涨期。但是最近呢，是从进入8月底，然后在央行公布利息之前就开始波动下跌，所以这个比例下跌之后，又表示着我们离山寨季又更远了一些。然后另外我们接着看 Total 3ES， 就是除了比特币、以太币、稳定币之外的其他山寨币，这个数值是什么？这个是总市场份额扣除比特币、以太币跟稳定币之后的市场。我们在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期待会有一个涨幅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好了，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在2021年这个牛市，我们有双顶吧，我们叫它双顶。从这照明显的看到山寨币的总市场份额表现，也就是资金放在山寨币有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牛市我们还没有回到上一个牛市的顶点，所以上一个牛市中资金真的进来了很多，尤其是进入了山寨币的市场。但是在这个牛市当中，我们还没有回到上个牛市的顶点。那这一波牛市最高曾经到达将近1兆美元的市场份额，就是对于山寨币来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资金从山寨币离开，去了比特币跟以太币，那市场是有点萎缩的情况。但是根据历史周期来说的话，第4季度通常是一个比较好的周期。我们从前几个牛市的状态也可以看得出来，山寨币会持续上涨，然后到达第4季度可能11月或12月的时候再度下跌。那目前是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整个山寨币虽然市场在波动，但是市场份额是在上涨的阶段。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数据是 Total 3ES 除以整个市场 Total Market，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那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我们整个山寨币的占比是在萎缩的。那么最直观的，如果大家要知道什么时候山寨季来临，可以观察这个山寨季指数。当然这个山寨季指数并不100%保证山寨季会持续，但可以告诉你目前市场的情绪。那目前在市场上面来讲，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中性的状态。现在山寨季指数是67，还不到特别高，但是也不至于特别低。那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比特币只有在稳定或是小幅上涨的时候，然后其他山寨币起来，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山寨季状态。那目前看来我们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接着到 Glassnodes 看一下链上数据我们进入链上数据之前，先看一下目前的恐惧贪婪指数。那目前的情况是中性偏恐惧，所以市场现在是在一个回调的状态，整个情绪是相对悲观的。从大约是8月份到现在，就是在美国央行利息利率决议公布之前到目前整个9月份情绪是稍微低迷的。那么从链上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找我们的价位支撑点在哪里。这个叫做 URPD， 这是平均比特币的每一颗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购入成本。那么从购入成本来看的话，我目前在这个价位就是11.3万这边，从11.2万目前小幅回调到11.3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截至9月23号，这是我今天录制的日期，在每一个价位点相对应的比特币的积累，从11.6万这个是积累最多的地方，在这个价格带附近11.6万11.7万是价格积累最多的地方，那已经跌到了目前11.3万11.2万。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一个10.5万到11.7万中间有相对多的比特币供应积累，所以在这一段区间还是一个比较强的区间，跌破10.5万之后呢，才有可能再继续下探到9.8万。那我们先在这个区间带仔细关注。那这个是比特币的供应积累，我们看到这个11.7万这部分有很大一部分是机构在这边买入，有些机构持续的买入比特币，那这个是他们的购入成本。讲到比特币购入成本，我们就要关注短期持有者的购入成本，因为短期持有者购入成本对于比特币的价格支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撑线。那我们来到这张图，这个是比特币的已实现价值、短期持有者的购入成本跟长期持有者的购入成本。那当我们在关注比特币价格上升或下跌的时候，通常短期持有者可以给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支撑或者价格阻力概念。你看目前为止我们在短期持有者的这个价格线呢，还是一个蛮好的支撑线。到了这个价格位的时候，在这一波牛市通常会面临一个反弹，我们可以从我们走出熊市到牛市这一段期间，红色短期持有者当价格碰触到这条线的时候，通常会形成一个快速反弹，然后跌破的话，那跌破之前有讲过大约是2到3个月的时间。那么通常年底呢，通常年底是一个第4季度，是一个比较好的季度。那在年底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它碰触到短期持有者成本之后就会上升反弹。那希望在这一波也是一样，碰触到短期持有者成本之后，它会继续上升反弹。那只有比特币价格在稳定往上，山寨币才有机会形成山寨季。从价格走势上来看也好，从链上数据来看也好，我们现在都在一个相对关键的价位。那么9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波动的月份，那希望进入第4季度10月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管机构或者是散户进来的资金驱动市场上涨。只有在比特币价格上涨或是保持稳定的时候呢，山寨币才有机会。我们会从 BTC-D 跟 USDT-D 以及 Total3 这些数据去持续观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走势。那么如果山寨季来临，山寨币该怎么选择？我之前也提过，大家真的要注意，不是每一个币都砸进去买它，还是要关注一下基本面。我的策略是相对保守，我会关注这个加密货币是不是有真实的用户，它不管是 DeFi 也好，或者 DePIN 也好，或者 Layer 1也好，它有没有真实用户？如果有真实用户的话，它有没有带来现金收入？那这2个条件满足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山寨币，值得投入。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带来价值，你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